我们做一个艺人，你很生气？有吗？人类有3种，男人、女人、日本主妇。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一个草台班子。那以前的人真的是很怕穷，不是，现在也很怕穷。嗨，大家好，我是 An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呢，开箱我的房子的时候呢，就有观众留言说，为什么我看起来年纪不大，但是却买了这么大的房子？工作呢，也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的感觉，好运继承人，人生胜利组。其实呢，我和陈老师是白手起家，但是我确实是一个运气还不错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情呢，都会遇到一些贵人来帮我忙。我自己很深刻的觉得啊，人的运气是由自己身边的磁场决定的。虽然我做事情啊，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呢，到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以前来算，也是几乎是1年赚的比1年多，买了还不错的房子，然后也过得比较不错的生活。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外号，就叫仙女。那个年代还不是人人都是仙女的年代，不是别人为了卖我衣服才叫我仙女，而是我这个人呢，讲话真的就是有点神，就是我讲的好话通常都会成真，坏话也会成真，所以我比较少讲坏话，因为真的我很怕它成真。我们做一个艺人，你很生气，然后他就不红。有吗？我这个人非常 nice 的，跟我合作的都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信念的力量，语言的力量。现在呢是春节期间，大家看到这条影片千万不要走开，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在龙年打造一个很好的磁场，开始行大运。首先第一个啊，多说吉利话，多说好话，时刻感激。因为刚刚有讲到，语言是有力量的，多说吉利话，多说好话，好的话就是可以带来好的磁场。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来说一些正向的话，把我想要变得幸运这件事情呢，把自己洗脑成我已经很幸运了这样一个状态。打比方说好了，我们今天去吃一家排队美食的餐厅，如果我们排到了，你就要跟自己讲说，哇，我真的好幸运啊，因为在我后面的人都要开始排队了。幸运的状态说好话，这个事情大家都会。可是呢，如果遇到一些糟糕的事情，要怎么样去说好话呢？打比方说，还是刚刚那家餐厅，我们排了很久的队，然后终于吃上了这家排队美食，结果坐下来吃呢，发现它并不好吃。要怎么样在这个时候也讲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说，哇，我真的好幸运哦，还好这一次来吃了，至少下一次有什么重要的时间的时候，不会选这家餐厅。我们其实经常就吃到一些很雷的餐厅，但也不会因此去生气。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衰啊？为什么我要来吃这么一家餐厅，花那么多钱，结果这餐厅这么难吃？但是现在经常是吃到一家餐厅，如果真的它不好吃，我们就会跟自己讲说，还好来吃，还好没带朋友来吃，还好没有请客户吃，还好没有请爸妈吃，还好没有请家人一起来吃，生日来吃，就没有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来吃，只是普普通通刚好经过，来一家排队美食，然后又排上队了，然后来吃，它不是很好吃也没关系，还好来吃了，吃一吃才知道它不好吃嘛，下次就可以避雷了。又或者说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出门，我拿杯咖啡，然后是陈老师帮我弄的咖啡，结果他就没有把那个盖子锁紧，然后那天穿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我就开始喝咖啡的时候呢，咖啡就流到我身上，我就跟自己讲说，还好我穿的这件 T 恤它不是什么很贵的 T 恤，就是一件平价 T 恤，还好是滴在这件衣服上，没有滴到别的衣服上。但还是瞪了我一路，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如果好运来敲门，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会想要进喜气洋洋的一个家门嘛，不会去进一个非常垂头丧气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喜气洋洋、非常正能量的一个状态呢，好运就会来敲门。那如果家里是一个经常垂头丧气，心情真的是追着你跑，就跟去店里面吃饭一样嘛。如果店员就一个人在那边，脸很臭，就不想去。对，我觉得好运气啊，人啊，大家都喜欢阳光、非常开朗的一个状态，开开心心、有活力的样子。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肯德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睡眼朦胧，突然之间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我们自己的保养品。我们只要说一句，我今天怎么做什么事情都这么不顺啊，那一整天就会发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倒霉事，比平时更加不顺。你只要说那一句话，一整天都会不顺。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一大清早起来的时候，就给了自己一个负能量的暗示，所以你一整天就会被衰神缠在身上。有些时候起来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睡得好好，整个人神清气爽，然后出门就做事情，就会发现一整天都好顺利，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在闪闪发光，哇！所以磁场真的好神奇，大家真的要多说吉利话，多说好话，对这个世界心怀感激，赞美自己，赞美他人，互相赞美，让大家在一个非常美好正能量的一个磁场里面，自己啊、家人啊、同事朋友，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开心，比较顺利，好运呢自然就会来到你们中间。第二
个呢，就是多整理、多收纳。我其实，在生 Chris 哥哥之前，我们住在第一个房子里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懂收纳。认识我的朋友其实都知道，我的办公桌永远都是我们公司最乱的那一桌其中之一。然后我那时候还会给自己开脱，明尼苏达州的教授有这么讲，桌子比较乱的人，他通常比较有创造力，所以我也一直都这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创造力超好。但结果我生了小孩之后呢，我真的是吃大亏，因为我东西真的好多，然后加上小孩子东西，我们整一个生活就是非常的混乱。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开始痛定思痛，我决定我一定要变成一个非常会收纳的人。然后那时候刚好又搬到第二个房子，房子在装潢的时候呢，我们又安排了很多很多的收纳的系统。然后我也跟很多日本的主妇去学他们那些收纳的办法。当时在我眼里啊，人类有3种，第一种男人，第二种女人，第3种就是日本主妇。当时日本主妇在我眼里真的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呢，我搬进去之后呢，我生活真的整一个大变样，真的大升级。所以我自己亲身是认真的有感受到收纳对于人生有多大的一个改变。包括像现在啊，春节期间，大家家家户户都会岁末打扫、除旧迎新嘛，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其实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好像好几千年以前，中国有很多的古书就有记载这件事情，《左传》还有《礼记》跟《吕氏春秋》都有这个除旧布新的一些记载。以前民间的说法就是扫地嘛，把灰尘扫掉嘛。那尘，灰尘的尘跟陈旧的陈，它其实是同音的，所以呢，大家有觉得说把家里扫干净，把灰尘除出去呢，就会把一些陈旧的晦气啊、不好的运气啊，就把它除去。那以前的人真的是很怕穷，我觉得现在也很怕穷，现在人更怕穷了。当时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只要把家里打扫干净了，把旧的东西除出去呢，就可以除掉穷运。所以你看吧，几千年前就有这样子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把这个传统就是继承下来。如果你有办法的话，我们定期去做一个家里的清扫清洁断舍离。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的话，你至少1年也要有一次，就春节这次你不要跑掉，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个家里的东西去做一次收纳，尤其是要丢掉一些陈旧的东西。你把冰箱打开来看一看，过期的食物、过期的保健食品、维他命这种一定很多，尤其是家里有爸爸妈妈一起住的，你们去看，爸妈超爱囤这种营养食物的，然后结果就都在那里过期，然后一些什么干燥的一些食物。很久不穿的衣服，你觉得可能过一阵子会穿，如果你1年没有穿的话，你接下来也不会穿。还有一些小瑕疵的衣服，什么起球啊，一颗纽扣掉了再也修不好了，这一类衣服其实你也是不会穿，所以那些衣服也是把它收一收，给一些需要的人。这一些东西你长期放在一个地方，你不去动它呢，所有家里的霉运都会粘在上面，不仅仅是霉菌哦，老人谐音梗，霉菌会长，那霉运也会长，所以就是你家里只要囤在那里的东西，它就是不好的东西。趁这个机会把它收一收，弄出去，新鲜的东西、新鲜的空气进来，新的运气、好的运气就会跟着进来，家里就是流动起来，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磁场。而且你其实有霉菌，你住在那里也不健康啊。有些人说好，那我岁末大扫除，就是把家里比如说摊在桌子上的一大堆东西，我找个柜子全部把它塞进去，乱糟糟的全部塞在柜子里，看起来是整洁如新。收纳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的要把不对的、不好的、你不需要的东西就把它丢掉，不是说把所有你看见的东西把它变成看不见。没有戳到很多人，哎，前面已经有在举手了。这个收纳习惯是非常错误的，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想要收纳，就真的好好的整理一下，而且你会发现在整理的过程中，真的是会得到一些小惊喜、小意外。比如你可能会找到一些钱遗落在各个口袋里面，拿出来翻一翻，发现说哦，里面有1000块，对不对？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情。或者你可能会发现说你在找，但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的东西啊，原来把那些旧物翻开，它躲在那个后面，都是这些意外的小发现。或者可能在一些角落里啊，我们就看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比如说票根啊，然后就可能会因此就想到一些曾经的回忆。这些票根呢，我们家是有一个盒子，一个纪念盒，我们会在一些旧物里面截取一些真的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按照年份就把它放起来。被子啊，趁这个时间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抖一抖，把霉运抖掉。我在家里你知道吗？我收纳压力有多大？在我们家，我一个人丢，然后我老公、我婆婆跟在屁股后面就把它再捡回来，就是一个人丢2个人捡。所以呢，我们后来就看到那个近藤麻里惠这个理念，我们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就把这个理念在我们家就把它传播开来。我们在丢一些旧物的时候呢，先想清楚说它是不是真的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比如说这东西像我刚刚讲的旧了、坏了、不堪用了，那些东西在我们家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会去使用到它，它在我们家也曾经有发挥过它的价值，但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会拿出来要把它送去回收，把它丢掉。
在那之前，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谢谢，谢谢你来到我们家，谢谢你帮忙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对这个旧物表达感激之后呢，然后就把它送走，把这些堆积物体的空间呢，把它留出来，欢迎新的好运、新的气体来到我们家里面。数位照片啊，对对对，数位照片的影像也是要收拾。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收拾呢？就是我们的心灵，其实也需要被收拾。我们可以花一个时间，就是可能在某一个下午，你有空的时候，坐下来静静的想一想啊，最近有没有一些很负面的一些思绪啊，负面的一些情绪，对某一个人、某一些事情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把它排除掉。等到你过某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啊，曾经你难过的、纠结的、害怕的、伤感的事情，真的过一阵子之后，就发现说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不用多，真的1年我们就凑1次、2次的时间，我们要把我们的头脑净空，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美好生活的灵感，因为稳定内核，思维清晰，好运才会进到你的脑袋里面，进来才抓得住，你才知道那是好运，对不对？你才会有一个判断力，知道那个是那是好运，那是一个坏运，我不要它，就是会有分辨能力。第3个，带着你想要的皮肤生活。皮肤。现在男生女生都很喜欢打电动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就会想要去买一些漂亮的皮肤，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精神、更加美好、更加的厉害。我们通常会为这个东西去花一点钱。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尽量的让你的外形看起来是亮丽的、舒适的、整洁的，不要很邋里邋遢，然后每天蓬头垢面，看起来精神很不好的样子。我们把好运拟人化一点，当他可以选择的时候，他会在人群中首先选到他最早最快速一眼就能看到的那个人，冲去拥抱他。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属于幕后的一些工作，所以呢，通常我们会穿一身黑。但其实我除了工作之外，我很少一身黑。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希望别人尽量的把眼光少一点放在我们幕后人员身上，尽量把眼光放在台前的艺人的身上。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可以隐藏一点，让大家不要这么容易看到我们。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好运的时候，我当然希望好运一眼就看到我啊。黑色还是可以很亮丽。黑色很时尚没有错，但是你不得不承认，黑色很多时候看起来真的会相对比较沉闷一些。所以如果你喜欢黑色呢，可以带一些黑色的元素做一些搭配。因为其实比如说像很经典的搭配黑白配啊，或者可能加一些棕色的元素，尽量不要就是一整身是黑的。尤其像我们亚洲人，头发也是黑的，眉毛也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你再加上一整身黑，好运真的会比较容易看不到你。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在新的一年就做一点点的改变，身上带一些亮的颜色，比如说我现在穿的非常的红，就是好运如果看到我了，肯定会冲过来抱我。那我穿一身带金链可以吗？可以，穿金戴银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让自己某一些部分就布灵布灵一点。归根到底，穿金戴银也是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漂亮的皮肤的状态，就是会给你一些加成。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改变，像我们打电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嘛，我们买一个皮肤，这个皮肤它可能会有某一个%几的一个加成，它会在某一些时刻帮忙你。可是买一个皮肤，它不会让你就是所向披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你有些时候就是当大家一开局，大家就是穿的那个初始设定的衣服，但当你是有个皮肤的时候呢，你走在那个人群中，就是信心大增。穿金戴银或者穿着靓丽这件事情也是有一样的效果。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大部分的人啊，很少在一开始就可以透过你的外表看到你的本质，看到你的内心。你的穿着打扮很大程度决定着你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姐妹们，真的 fake it and make it， 你先成为那个人的样子，充实自己的内核。然后第4个，多晒太阳，多接触大自然，这个绝对是我来高雄的原因。那如果住基隆或住伦敦的人怎么办？就算是一个经常下雨的天气，也会有你可以去接触大自然的方法。因为人本来是不是住在我们这样子的水泥建筑物里面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里面的其中一小趴，所以我们多多接触自然，多少就会对自己的能量有一个补充。我们都知道嘛，电子产品用着用着要干什么？要充电。我们人类充电就是走到户外去接触那个大自然的那个气息气场。其实下雨也是这个大自然的其中一部分。那只是对我个人来讲，我喜欢晒太阳。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下雨，那也是 OK。那你就找到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地方，可以在大自然充电的办法。
享受自然。中医里面好像有一个理论，就是动则生阳。其实这很能理解嘛，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非常爱跑爱跳的一个人，通常你的活力都会比一天到晚窝在家里面滑手机、看电视、打电动的人要活力来的充沛很多很多，能量也会高很多。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即便再才华横溢，天天窝在家里啊，也是会越来越消沉。为什么开太阳的时候，就是各个景点、各个公园都人满为患？就是因为人对于太阳这件事情，他就是有一个天生的渴望。这个事情它是有科学依据的。譬如说，我们常常接触大自然，我们常常去自然里面活动，去太阳下面活动，我们就可以补充维他命 D， 强健骨骼，然后消减你身体的炎症，改善睡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白天晒太阳晒得多了，或者你在户外活动的多了，运动量提起来之后，你感受到很多的自然光线之后，其实你在晚上你也会发现你睡得会比较好，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得好、睡得好、身体好，运气当然就好，对不对？刚刚提到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也要想办法多多跟这个大自然去做一个连结。我们有空的话，可以多听一听777888999赫兹的音乐或者声音，因为那个声音是最接近我们原本宇宙的频率。我其实最近都有在听，我听那个音乐的时候啊，我的心情会真的很迅速的平静下来，然后我的头脑真的会变得很快。我有一个晚上，我就是听那个888跟999，我一个晚上写了4篇文案，我效率变得超级高，所以在这里也分享给你们。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听海的声音啊，对对对，白噪音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搜 NASA 有传一个宇宙的声音，我觉得它听起来有点像女生就怀孕的时候在做超音波的时候羊水那个的那个声音。大自然就是连结相通，就是这么的奇妙。好，第5个就是新的一年要有新的目标。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像一艘漂泊的小船，你会发现说，你赚钱也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获得成功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啊。当然啦，就如果没有目标的人，那通常很难获得成功。定期的去定一些小目标、中目标、大目标，然后最好每年都是有一堆的小目标让你去实现。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很多的快乐是来自于不停的实现一些目标的时候带来的那个成就感跟满足感。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上看到有很多人在教许愿板要怎么做，仔细想一想我们想要做什么，然后把它一个一个记录下来，并且就是专注于去实现它。我们的大脑真的非常的神奇，你不停的看到自己的愿望愿景的过程中呢，大脑就会把这个我想要变成可以实现它的潜力。好啦，这5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呢？所以现在就开始实施。喜欢我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哦。我是安娜，我们下周4再见啦，拜拜。明天就是除夕啦，祝大家阖家团圆，龙年大吉，好运龙虎哩！